这4个问号是什么意思呀？还有3个加号，这是什么？今天要来解3道90%的人都解不出来的烧脑智商题。第1题，如何在这张纸上剪2刀，让它变成正方形？第2题，请将蓝色圆片从这个正方形中穿过去。第3题，让2位颠倒的骑士同时骑上2匹马。这3道题，只要能解出来任意一题，就说明你的智商超过150哦，而且还能获得1万元现金奖励。赶紧开始解吧。这个题看起来好难啊！对呀，我看着头都晕了。别着急，我这么聪明，这一题肯定难不到我。小伙伴们点个赞赞，马上就给你们解开。不就是让这个圆形穿过这个正方形吗？这样穿不过去，那我斜着穿不就行啦？喂，斜着穿也不行，这个圆形的直径明显远远大于这个正方形的长度，想要从它中间穿过去，它真的有点难呢。难道是要折一下？直接穿啊，肯定是穿得进去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怎么折才能让这个圆形穿进去吗？你这个也太难了吧！恐怕只能用魔术了吧？还是来看我的2匹马吧！要让2个骑士同时骑到2匹马上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总有一个人会倒过来呀。我想到了，只要把其中1匹马倒过来不就行了吗？把它转过来。不对呀，这样有一个骑士就骑不到马了呀。主要是他们之间的距离太短了。这个题目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怎么解不出来？你就别自己智商不够还怪题目了。对，还是来看我的吧。先来一个开门红，咱们试试水。不就是在这上面剪2刀吗？肯定很简单啊。先来第1剪，怎么变成一个T字形了？要想留出一个正方形的话，该剪哪块好呀？这样剪的话就是个 L 型，这样剪好像也不太对。剪这个最短边的话，变成一个长方形了。难道是斜着来一刀？算了，咱先来试试吧。完蛋了，这3块图形都不是正方形啊，失败了。我突然想到解决办法了。既然这个正方形比这个圆形要小这么多，那咱们把圆形给缩小，不就能从正方形里穿过去了吗？把这个圆形给卷起来，然后轻轻松松不就穿过去了？我真是个大聪明。怎么样，我的智商是不是超过了150呀？不好意思，贵贵，你解答错了哦。圆形不能对折，也不能卷曲，要保持原来的形状，穿过正方形哦。不能对折，也不能卷曲，它还比正方形大这么多，这怎么穿进去呢？我现在也怀疑这个题有问题。我的好像也找到解答方法了。这么快？把这2匹马交叉重叠一下，这匹马的马背在这里，这匹马的马背在这里，最后再把骑士斜着放上去，这样他俩都可以骑在马背上了。只不过一个是往前倾的，一个是往后倒的。我可真是太聪明了，看来我的智商是我们3个之中最高的。不好意思哦，小雨，你解答错了哟，2匹马是不可以重叠的，请重新解答吧。听到没有啊？2匹马是不能重叠的，你都违规了还聪明呢。还是来看我的吧。刚才说只能剪2刀，但是又没说这2刀不能拐弯啊。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好办法，看我第1剪，不要断，咱们拐个弯，1刀剪完，刚刚只算1刀，咱们来剪第2刀，不要断，拐个弯，继续，咔嚓，就这样正方形诞生了。看我的正方形完不完美？我就剪出来了。这么简单吧？小鹿，你也解答错了哟，剪刀是不可以打弯的哦，还是重新再想想吧。算了，我还是再想想吧。2,000 years later， 太难了，我的脑子都要想吐了，脑细胞都死光了，我再也不想看见马了。别着急，给你们每人一个小提示哦。小提示？那我的提示是什么呀？小鹿的提示是剪刀不可以拐弯，但是纸条可以拐弯。纸条还能拐弯？那我呢？我的提示是什么呀？给贵贵的提示是，当4个问号消失，空间缺陷就会出现。4个问号消失，空间缺陷就会出现。那我的提示是什么呀？小雨的提示是要让马儿欢乐地奔跑起来哦。跑起来？这马不是站立的吗？怎么跑呀？这提示给的也太抽象了吧，给了就跟没给一样，简直就是废话嘛。算了，还是靠我自己吧。我知道怎么解了，原来刚刚给的提示真的是有用的。咱们要从纸条能拐弯下手，咱们先把对角的2条边粘起来，然后再把另外2边也粘起来，现在纸条就拐弯了。接下来看我如何2刀把它变成正方形的。首先我们把下面的圆圈沿着中间剪开，现在它变成了这种奇怪的形状了。接着把2个圈并在一起，第2刀沿着中间剪下去，现在完全看不出来是正方形，对不对啊？别眨眼睛，带你们见证奇迹。噔噔，打开之后就是一个正方形了，我得到一个正方形小框框，我是第一个解出来的呀！快把奖金给我呀！我中了！你可别得意，我也找到解答方法了。刚才我还在想这4个问号消失是什么意思，
后来啊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原来是要把它们折起来，这样就看不见4个问号了。接下来带大家来看我如何把圆形穿过去的。先把这张纸对折，再横着折一下，接着沿着这个点到这个点折一条缝出来，然后大家注意看哦，把这张纸印过来，印成了一个钻石的形状。现在中间的这条缝就变大了，咱们来试一下圆形能不能从中间穿过去。穿，哇，真的可以穿过来。这个就是骑士里说的空间缺陷，一个小正方形简直这么大的一个形状啊，圆形随意的就能穿过去了。我的鱼卵岩也到这儿了，现在就只剩我了。跑起来的马居然被我无意间发现了解答方法哎！小伙伴们，你们发现这个秘密没有？只要把底下的马遮住，它就是奔跑起来的马。再把骑士放上去，让他俩都坐在马背上了。不信你们把视频倒转过来看一看，而且2匹马也没有重叠，答案就是这么简单。我的奖金也到这了。哎，这个小人怎么画这么丑啊？真的有人长这个样子吗？是否逮捕？逮捕试试！我爹，他有罪！今天咱们不会是要来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吧？咱们今天要来玩侦探小画家的游戏哦。首先，根据给出的提示来画出这个人的肖像，比如头发是黑色的，胖胖的，穿着黄色衣服。然后由选中的小伙伴来寻找凶手是谁。今天猜中凶手最多的人可以获得1万元现金奖励，猜中凶手最少的人要接受评论区点赞最高的惩罚哦。每人可以画3次，猜3次，赶紧开始吧。啊，还会画呀？不会画怎么办呀？我最擅长画画了，我要先来画。第一个线索，他穿着白色的上衣，我涂，到底是个背心还是个短袖呢？第二个线索，他戴着一个蓝色的领巾和一个蓝色的围裙，还穿着一条黑色的裤子，看起来很强壮。那我再给他画2层肌肉吧。这轮我选谁来猜凶手呢？我，那就过来吧。小鹿怎么画的这么抽象啊？让我先来看看有哪些嫌疑人。这么多嫌疑人，会是谁呢？首先，他的上衣啊肯定是有蓝色和白色，裤子嘛是黑色的。通过这些线索就可以缩小范围了。我觉得你挺像凶手的，就你了，逮捕！对了，就是他。现在到我来画了，我画的他俩肯定都猜不出来。先画个绿色的裙子，他的眼睛是黑色的，还画着大浓妆，棕色的头发，完成。你们谁想抓捕罪犯呀？那就小雨吧。慧慧这画的是啥呀？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先来看看嫌疑犯吧，好多人呀，我都已经挑花眼了，怎么就没有和他画的一样的呀？现在唯一确定的是他有着棕色头发，这个大姐长得就挺像的，而且她好像还穿着裙子，看来就是你了，逮捕你！我抓！耶，我猜对了，终于到我来画了。他戴着黑色眼镜，咱们把眼镜画出来，穿着红色裤子，还有金黄色的波浪头发。画好了，这次我要选择小鹿来猜。戴着眼镜还是金色头发的，让我来找找。奇怪，后面怎么全是男人啊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女生啊。老奶奶的头发是白色的，肯定不是。这个人的头发又是蓝色的，那就只剩中间这位小姐姐啦。而且她的裤子也是红色的呢。逮捕她，确定！耶，答对喽！耶，我也猜对啦。原来第2关难度升级了，那我还是要先来画。线索原来是这些啊！完成。第一，我选择让小雨来猜。这画的是人吗？长得奇奇怪怪的，让我来看看嫌疑犯是谁。这么多人，到底是哪个呢？画上的女孩穿着粉色的裙子，还扎着2个马尾，符合要求的只有这个女生和这个女生。不过看着大红嘴唇，就是她没错了。逮捕她，确定啊？怎么错了呀？你画的也太难猜了吧！我可都是按照线索来画的，你是猜不出来就别怪别人画的猜。这回到我来画了，这么多线索，画完成。这一回我要选小鹿来猜。这个人戴了一个粉色的墨镜，看来这个线索啊是关键。一个人怕死，那个胖女生没戴眼镜，这人戴的是个黑边框。他戴的墨镜是粉色的，那我点他好了。等一下，他底下穿的可是白色裤子呀。那咱们再往后看看，不会是他吧？那就你吧，逮捕！答对了呀！这个已经画的也太简单了吧？看我来画一个，你俩都猜不出来的。那你可不能瞎画。放心吧，我肯定按照线索来画。晃，这个罪犯就交给贵贵来找吧。交给我没问题。首先啊，他是黑色头发加黑色眼镜以及黄色上衣，这个女生肯定不是，这个男的也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个应该也不是，这也不是，这也不是。这个女生倒是有点像，但是她没戴眼镜。哎，奇怪了，这怎么感觉没有符合的嫌疑人啊？不对，我得再看看。他还穿了黑色的裤子，那我们就从黄色上衣和黑色裤子入手。黄色上衣的只有他，黑色裤子也符合，剩下的也就是这个女生了。但是她没有戴眼镜，难道是这个奶奶？逮捕她！对了，第3轮我要挑选一个难一点的案件。哇，好啊，这轮就让贵贵来猜好了。让我来看看，这个人怎么全身上下都是黑色的呀？还有着黑色的长发，我怎么觉得第一个女生就挺像的？我们往后再看看，这个
个男生穿的也不是黑色的衣服呀，难道是他？留作待定，这还有个黑色衣服的，但是他的头发是灰色的。现在嫌疑人就是这个大个子，还有这个女生了。但是由于她是长头发，所以啊，我猜应该是这个女生。哎，不，他猜错了。所以凶手到底是谁啊？那我换了，这个好换，我换，会不会已经猜过3次了？那这一局给小鹿来猜吧。看这个架势，这个人肯定是个粉色头发的，那我来选个粉色头发的人好了。看谁的头发是粉色的？没有人的头发是粉色的呀。那这个人肯定是戴眼镜的，那我就找个戴眼镜的人好了。他戴眼镜，他也戴眼镜，还有他，哎，我的好像打了领带哎，那答案只能是这个人了呀。他们还穿着同样颜色的裤子呢。来补，确认，我又答对喽。我们已经抓了这么多的犯人了，最后一个到我来画了，画，完成。由于小鹿已经答对了3题，成为了今天的 MVP。那么最后一题就交给小伙伴们来推理。他是深蓝色的上衣，头发介于长和短之间，还穿着裙子，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。你们知道凶手是谁吗？记得把你们的答案发到评论区哦。先把后面的线给扯开，再穿进前面的这个孔里，把这里再绕一下，见证奇迹的时候，咚，噔噔，这个环就完美抽出来啦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上面还有绳子，这好像是个楼梯啊。今天要来玩解绳游戏，成功把绳解下来即为获胜。哦，要把绳解开。我这个绳子也缠得太复杂了吧？感觉我的根本解不开呀，还是要把这个环子全……它怎么掉了？虽然它掉了，但是绳子还是串在一起啊。这个要怎么解啊？这绳子怎么穿得乱七八糟的呀？这我要怎么才能解开啊？我都找不到这个绳头在哪，这里还有个环呢，这个怎么解呀？我这个看起来虽然简单，但其实很复杂。虽然这个绳没有缠得乱七八糟，但是它根本拿不出来啊。这个小球也根本穿不出来。哎，我这个好像能绕开，往上一拉不就解开了吗？再往上面走一走，穿过这3个圆点，环不就拿下来了吗？好简单啊！可是你这3个点还绑着线呢。啊，那怎么办？看了半天，我终于找到我的起点在哪了。只要从起点开始解，肯定就能解开。先从这边穿过来，这边绑得好牢呀，再穿一下，顺着它的绳子往回转。哎，这一根感觉解开了哦。难道这么简单的吗？再来穿一道，我抽，哎，怎么卡住呀？卡住了，这还怎么解呀？根本就拿不出来呀！我找到解决它的办法了。虽然小球穿不过来，但是我可以让绳子穿过来呀。先从第1个环穿过来，再从第2个环穿过来。哎，怎么还是拿不出来啊？笨死了，这样怎么可能拿得出来？我想出办法了，这个环已经没用了，咱们把它放到一边。我还找到了这个绳子的头呢，先把头拉长。咱们不能用长挂的方法，必须得用逆向思维，从它另一头穿过去试试。穿出来，怎么好像更复杂了呀？绳子越解越短了。我要来试试看，从反面能不能给它解开。正面解肯定是不行了，根本扯不出来。但是反面这里有可能能解开哦。把反面的小木块穿过来，这里再穿一下，从后面绕一下，怎么变成和右边一样的情况了？我解着都给自己绕晕了。本来这个线在最下面，现在都跑到最上面去了，还缠绕得更死了。现在往回拉也不行，往前拉也不行，我都快烦死了。我解出来了，我只需要1步就能完成。小伙伴们别眨眼睛哦，用刚刚穿过的那头把绳子撑开，穿过这个木板，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啦！我抽，继续抽，看解开啦！其实也很简单嘛，我也知道怎么解开啦。先把后面的线给扯开，再穿进前面的这个孔里，再套一下，再把它抽出来，再从这边穿过去，然后把这里再绕一下，见证奇迹的时候，咚，噔噔，这个环就完美抽出来啦！我也解出来喽，现在就差小鱼的了，你怎么还没解开呀？我的已经绕得乱七八糟了，现在缠在这里根本拉不动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怎么解吗？